今天，德國焦點新聞報道了中國殲-20，但卻是從美國智庫視角，刻意放大中國飛行員缺少實戰經歷這一短板，卻忽略下面幾點。中國現在組織大規模聯合空戰對抗演習，紅線演習，用複雜電磁環境模擬現代空戰。殲-20配套高級模擬飛行設備十分先進，大幅削減飛行員上手週期。另外，美國退役飛行員私下給別國提供軍事培訓本身屬於市場行為。美國通過立法限制退伍軍人來華授課，體現美方對華軍事防範。現在我們來看看德國焦點新聞的該報道。數十年的培養週期，中國殲-20隱身戰機缺少資深飛行員。中國正在大批量製造殲-20隱身戰鬥機，然而一份美國分析報告指出，中國空軍仍然欠缺一項無法靠流水線生產得來的東西，那就是經驗豐富的飛行員。美國專業刊物1945卷文表示，中國在短時間之內打造出規模靠前的第5代隱身戰機機隊，但真正的瓶頸不在於戰機本身，而是座艙當中的飛行員。文章作者布蘭登 ·J· 魏協特寫道，殲-20如今已經成為中國空軍謀求西太平洋制空權的核心裝備。殲-20機隊規模高速擴張。報道稱，中國一邊量產殲-20，一邊持續對該機迭代升級，機載傳感器、發動機以及戰機之間的數據互聯系統均得到改良，生產速度很快。中國能夠列裝數百架隱身戰機。反觀美國，更新老舊機隊的進度十分緩慢。魏協特提出，現代化戰鬥機依靠資金、工業基礎和時間就可以造出來，培養5代機飛行員的難度卻高出許多。飛行員不光要掌握起飛、飛行、降落，在空戰當中還得同步處理海量信息。培養合格飛行員必備條件：1. 充足飛行時長； 2. 嚴苛的訓練體系； 3. 經驗豐富的教官； 4. 鼓勵自主判斷決策的環境。中國空軍欠缺實戰經歷。作者認為，最棘手的短板是中國空軍缺乏實戰經驗。數十年來，美國飛行員陸續在伊拉克、阿富汗、敘利亞、科索沃、利比亞的軍事行動中積累實戰閱歷。就算飛行員本人沒有發射過導彈，也可以受益於有真實作戰經歷的教官。中國並不具備這類實戰積澱。雖然解放軍訓練強度很高，演習場景越來越貼近實戰，可是模擬演練無法複刻真實空戰裡的未知變數、心理壓力和混亂局勢。魏協特評價，演習只能讓人熟悉流程，真正的戰鬥才能錘煉判斷力。從殲-10過渡到殲-20依舊困難。按照1945的說法，大量中國飛行員從第4代殲-10戰機換裝到殲-20。一名未披露姓名的中國空軍飛行員在官方媒體採訪中提到，得益於高度自動化設計，部分層面裡駕駛殲-20反而更加輕鬆，飛行員操作負擔有所下降。但這隨之帶來新難題。飛行員的核心任務不再是操控飛機，而是駕馭充滿數據流的空戰環境。危機時刻，飛行員要同時處理雷達告警、電子干擾信號、本方戰機發來的模糊情報。作者強調，僅憑呼吸訓練和理論學習練不出這種臨場反應。中國嘗試從海外獲取相關經驗。正因為如此，魏協特認為，中國試圖從西方國家獲取專業知識。美國司法部已經起訴多名退役美軍飛行員，指控他們違規為中國軍方提供指導，向中國飛行員傳授西方空戰戰術、決策邏輯以及作戰流程。由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組成的五眼聯盟也多次發出警告，中國正在招募西方國家退伍軍人。好的，報道就這些。我們最後看看一些網民評論。第一條評論：簡直一派胡言。看跟帖，具體指什麼？中國招攬資深飛行員這件事，眾人皆知。美國前段時間就出過案例，
一名退役戰鬥機飛行員拿着高薪前往中國負責培訓飛行員。怎麼看這條跟帖？外籍教官主要輸出空戰戰術思維，而非基礎飛行技能。舉例來說，中國為空軍、海軍、陸軍配備了500台軍用模擬訓練設備，另外還有280台民航飛行模擬器。德國全部飛行模擬器總數不足100台。繼續看跟帖，天哪，這種內情可不該泄露出來呀！下一則，我認為用不了多久，戰鬥機就能夠實現完全自主飛行。屆時，就算座艙內依舊保留飛行員，他們的任務也只是監控設備以及充當後備人員。看跟帖，我並不認同你的觀點。要想做出高度複雜的自主判斷，終究離不開人類。一旦這套威力巨大的武器系統失控，會造成大量非預期的傷害。再往下，我們只能寄希望中國人也明白這一點。我難以相信，他們造出數百架戰機之後，卻找不到合適人員駕駛。最近30年裡，大家屢屢低估潛在對手，這次恐怕又是如此。下一則，你們的人工智能除了說14億人口的國家飛行員不足之外，就想不到別的問題嗎？不妨聊聊斡扇15發動機量產延期這件事。斡扇15發動機代號峨眉，是中國一款帶加力燃燒矢的涡扇發動機，它最大推力可達180千牛，約4萬磅，補齊了中國重型隱身戰鬥機領域的技術短板。這款發動機讓殲20A 獲得真正的超音速巡航能力，不開加力即可超音速飛行，以及出眾爬升性能。它的性能對標美國洛克希德馬丁 F-35戰鬥機配備的普惠 F-135渦扇發動機。從外觀上看，這顯然是一次成功仿制。軍事觀察雜誌專家判斷，到203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計劃列裝1000架這款遠程隱身戰機。德國知識點評下，很多西方人一直自傲地抱有深深成見，但凡中國能造出什麼高科技的東西，都是仿制什麼西方的，甚至偷襲了西方的未來技術。再往下，那中國就只能通過參戰才能把飛行員培養到西方同等水準。倘若之後中國據此要求擁有對等權利，我們也就無話可抱怨了。下一則，好吧，那我們反倒該慶幸，好戰的中國相比愛好和平的西方，作戰經驗匱乏得多。德國知識點評，西方人的無恥從這個德國人的評論體現得淋漓盡致呀。他說他們西方愛好和平，還說中國好戰。說西方愛好和平，這是今天最大的笑話，太厚顏無恥了。繼續往下，報道中提到，培養合格的飛行員需要幾個條件：一、充足的飛行時長；二、嚴苛的訓練模式；三、經驗豐富的教官；四、鼓勵自主決策的氛圍。於是，這位網民說，反觀德國這邊，以上條件一概沒有，卻還整天叫囂對抗俄羅斯。看跟帖，俄羅斯方面情況更差，剩下的盡是酗酒的飛行員。俄軍戰機現在根本不敢深入烏克蘭境內，只能依靠伊朗制造的無人機作戰。下一則，那又怎樣？中國培養合格飛行員只是需要一段時間而已，中國耗得起時間。中國短時間內成長成為全球第2工業大國，西方國家當年花費了漫長得多的歲月才做到這一步。看跟帖，中國人擁有最好的電飯煲，還有美味的北京烤鴨。再往下，沒錯，西方國家當年都得自主研發，中國人把未來工程師送到西方高校深造，還竊取技術，借此省下大量研發時間。繼續往下，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位居全球第1。除此之外，還有工業產值佔 GDP 比重。
美國僅有20%，中國達到40%。再往下，中國擁有大批紀律嚴明、上進心強的青年人才儲備，因此該難題能夠得到解決。下一則，憑借龐大人口基數以及中國嚴苛的培養模式，中國在這件事上不會遇到難題。除此之外，中國人上進性極強，為完成5年規劃目標，所有人都會為之全力以赴。如今大家已經見識到中國現有的各類武器裝備，就算存在難題，培養裝備操作人員只算是其中最容易解決的一環。好的，繼續往下。如果有實戰需求，中國人可以前往烏克蘭歷練一番，畢竟雙方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軍事夥伴關係。看跟貼，烏克蘭這邊飛行員只用6個月速成培訓就上手新式戰鬥機，他們完全可以充當中國人理想的時順搭檔。好的，再往下看。以前美國人宣稱 F-35 戰鬥機的優勢體現在，就算是水平最差的美國飛行員，駕駛戰機取得的戰績也會勝過駕駛性能落後戰機的頂尖中國飛行員。下一則，美國飛行員在轟炸毫無防禦能力的國家期間，究竟收穫了什麼樣的經驗？朋友們，我補充一下，其實這句話帶有批判意味。作者提出質疑，美國飛行員所謂的實戰履歷，大多是欺負防空薄弱的弱小國家，他們並沒有和實力對等的對手交鋒過，因此這份實戰經驗含金量其實很有限，並不能拿來證明美軍飛行員水平就一定高於中國飛行員。舉例，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敘利亞這類國家。好的，咱們繼續往下。我們理所當然就得相信美國情報機構還有軍火企業資助的智庫發布的報告。倘若不去盲目採信這些說法，我們就會對現實感到失望。好的，繼續往下。這下我們終於明白美國為何接連不斷捲入各類戰爭了。下一則，據瑞士新蘇黎世報稱，不少退役德國飛行員也在培訓中國戰鬥機飛行員，中方為此支付高額薪資。看跟貼，報酬到位的話，何樂而不為呢？這可是一筆很不錯的額外收入。德國這邊物價樣樣都越來越貴。繼續往下，芯片製造領域同樣如此。荷蘭光刻企業的離職員工領取高薪受聘於中方，以此縮小和台灣以及美國之間的差距。引自新蘇黎世報。再往下，老是說中國有所欠缺，俄羅斯實力不行，伊朗不懂實戰，朝鮮能力不足等等。中國人口超10億，培養一名合格飛行員至少需要5年時間。中國還正在借鑑俄羅斯從俄烏衝突中獲取的經驗，最遲2030年，中國就會擁有足夠多的優秀飛行員。下一則，看到這篇文章之後，肯定又會有不少西方退役飛行員心動，願意拿着高薪前去幫忙開展培訓。我們以前就碰到過這類問題，有些涉及國家安全的事情不該公之於眾。繼續往下，一份美國分析報告就能判定中國短板？中國人怕是會覺得非常可笑。順帶一提，美國缺少一位稱職的總統。再往下，好吧，人不可能兩全其美，既擁有先進戰機，又儲備大批優秀飛行員，凡事難免存在缺陷。就像湯裡少了鹽，就算飛行員水平稍弱，也絕不會讓中國就此覆滅。好，咱們看最後一條評論。拜託，德國既沒有殲20的飛行員，連 F-35 飛行員也一位都沒有。好吧，朋友們，就到這裡吧。希望西方人一直認為中國缺少合格的飛行員，你們怎麼看呢？好的，歡迎各位留言。我們就到這裡，感謝各位。